是给大伙儿来一个 Turbo 啊，传说中的多功能版的速通表演啊。这个速通呢，照合金弹头5呢还是慢很多。合金弹头5啊，本身就是阉割版。这个视频呢，也是为了新年给大家伙做的啊，可能是同类型的已经做过了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一定要给大伙说一下，这个合金弹头啊，确实是挺有意思啊。合金弹头5呢，这个咱们选这个卡尔玛这个人物呢，好像并不是那么讨喜。大家伙对合金弹头的人物最多印象的肯定是 Marco 和 Phil。卡尔玛呢，在第1代里面出来呢，就是传说中作为2P 嘛，对吧？给你选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卡尔玛的话呢，好像不是那么特殊，而且他呢，有点像那个高晓松是吧？留个大长头发，有点像中分的样子，是不是啊？非常有意思啊！好，我们看看啊，现在好像声音的话怎么说啊？声音的话是不是差不多？你们觉得呢？合金弹头啊，默认呢它的声音就比较这个大，我们没有办法啊。好的，用刀就可以续，因为咱们是多功能版啊，所以说咱们可以一直用刀，然后用刀可以续这个，你看用刀可以续它的导弹，甚至可以续它的这个船身，这也是特别屌的一个地方啊。然后呢，再加上咱们特有的这个换件，你可以强制让它一直用刀的，这个版本它就是一个特性啊。声音游戏声音还是太大吗？还是太大，那就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！好，我还是给它降小点，怎么样？来，它如果还大的话，我是真的是，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！下学期高3了，说点鼓励你的话吧。这么说吧，不用鼓励你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儿啊，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儿，不用鼓励你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儿。你还有未来3或者是4，尤其是大家伙知道啊，就是3、4年的时间，自由时间了。等你到了高3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考大学了就舒服了。但是呢，当你上了大学之后呢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春天到了，冬天还会远吗？啊，这个人生最快乐的时段，可能你就已经快过去了。所以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呢，你不要跟我虚啊。这个我不是在说你。其实你狼哥的青春呢，早在成为一个男人之后呢，就已经彻底的消失了啊。好，看看这个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速通的话和5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特殊路线，它有。其实从合金弹头3，我是觉得是就是核弹3啊，确实是我个人认为核弹3是最经典的版本，没有之一。但是呢，这个因为街机里面没有经典，因为我们小地方啊根本没有核3，只有这个核2和这个叉。好，跟他怼，生跟他怼，一直扔手雷，就是速通吧。我们看看费血也无所谓，把雷和加农炮全用光 ，AB 血杀，直接把它搞定。这个玩法呢就是速通玩法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它要比我告诉大家伙儿不要觉得好像怎么样，其实这个多功能版呢还有点难度。而且呢，比咱们的这个原版啊，比咱们原版的这个速度还慢，所以说这个视频呢，咱们看因为它有 HPE 显示，说更简单一些。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在简单的基础上呢，告诉你啊，构思就是这个 BOSS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它有多少滴血，这个就比较屌的，知道吧啊？明天去老丈人家，老丈人特别能喝怎么办？好了，黄盖一个雷，老丈人特别能喝，很简单。对吧？他喜欢喝白的，你就跟他干啤的。老年人啊，实话实说，这个咱不能说老年人，老丈人呢，也许不是老年人，可能也就最起码我不敢多说啊，最起码他也点42、3岁吧。咱实话实说啊。但是呢，大多数都是48、9、50冒头，甚至还有快60的，咱可能是晚婚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老丈人的话呢，我只能这么说一句话，就是你需要记住一件事儿。他喝白的，你就跟他喝啤的；他喜欢喝啤的，你就跟他吹瓶儿，啊，你跟他吹瓶儿。如果他什么东西都优于你的话呢，你就说我吃头孢来的啊，就说吃头孢来的。如果你连吃头孢他都说那不行，也得喝的情况下，那算了啊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也只能告诉你，你只能打感情牌了，好吧？啊，不要扯了啊。其实我跟你们讲啊，你狼哥是没上过高3的，我是上过高1，我没上过高3。
但是我上过大学，这个事儿很恶心啊！我不仅上过大学，我还上过大学生，对吧？你这个就很屌。所以说呢，高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很多朋友啊，现实朋友也一样，也是高三。怎么说错了？也是上过高中，在高三的徘徊。我跟你们讲啊，男人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刻，其实青春已经结束了，但是他的人生并没有结束啊，他的人生一样多姿多彩。男人在什么时候呢？是真正的不像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呢？就是在他结婚的时候。很多人说那怎么个结婚？我说的结婚可是正儿八经的，不是闹着玩的，不是说结完了是告学不行就离婚了那种，是真的是过一辈子，还要结婚生娃，还要生娃的。人生男人成熟一共需要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呢是赚到第一桶金啊，先赚到第一桶金。第2个阶段呢是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有了责任，不仅是当儿子的责任，还是当丈夫的责任，还是当父亲的责任，对吧？这是第2个。第3个呢，就是自己的至亲啊，比如说父母啊去世，这个时候呢，对个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你了。比如说很多人，比如说有的人母亲是吧，然后从小都一直呵护着你，什么事儿都能帮你兜着，在你最苦最难的时候，你母亲不会嫌弃你，并不会给你添麻烦，而且还会鼓励你，并且帮助你。但是如果父母走了，怎么说啊？所以说这是男人成熟的3个阶段，考虑好这3个阶段啊。好，看看，但是呢，心态不一样，这也不一样啊。人生就是如此啊。我建议呢，做人对自己呢下手不要太狠，一定要对自己呢稍微好一点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人生的精彩程度呢，你就记住一件事啊，人的活的精彩并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给自己看的。就相当于你玩游戏，最后的评分是给别人看的，给自己看的。可是人生不一样啊，人生呢是给自己过的，两码事，人生没有重来的，对吧？好的，我们看看，打飞机。合金弹头5啊，其实大伙知道一件事啊，这个游戏它是个阉割版。想当年呢 ，SNK 呢，它最开始，从第1代开始呢，是把这个 NASCAR 啊收回来之后，然后呢开始加紧制作和发行。这个游戏啊，我个人跟大家伙说一个非常简单一个道理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到了一定的时间，就一定要出新的游戏一代，以保证自己的游戏热度。同时呢，能卖得出去，最主要的就是为了赚钱。而核武呢，作为街机版的最后一代，它的压力是非常大，虎头蛇尾，其实开机的还是不错的，但很可惜，你导致为了要赚钱，为了对吧，最终达到和谐的程度，很可惜，最终呢是比较悲，并没有什么好。后来呢，也没有街机版本，因为街机本身就已经被淘汰了。但后期呢，咱们就出现了这个掌机，这个说家用机版本啊，应该说家用机版本啊，出了6、7以及前几年出的那个叉叉，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手游。其实啊，很多游戏啊，就是你们要知道游戏的一个原理，游戏的原理啊，做游戏为了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做游戏为什么？你像咱们拍《三国演义》，我告诉你，《三国演义》是不是为了赚钱的？《三国演义》是文化的瑰宝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作为这个中国的出品方，我们做三国，我们自己的文明、自己的小说，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历史的宏图巨作，这是必须要做的。比如说央视版的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等啊，当然赚钱也赚啊，也赚。好的，刀续车，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说一个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做游戏呢是一定要赚钱的。如果做游戏不赚钱，那我做游戏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我说的。所以说他当时着急也是没有办法，确实很讨厌啊。好了刚才遇见石佛哥一手6半卡，外加我们的芳华刹那芳华61一手小半卡。今天晚上我狼哥其实收入这个也是颇丰，到年根了还能那么支持我狼确实不容易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呢其实可以往上走的，也是一个分支的一个路线，但是速通的话呢应该是不会走这个路线的
我们就不多逼逼。速通的话呢，咱们直接就是省走啊。因为你们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，速通的话不会招惹是非的。你见过哪个合金弹头3打速通的时候还要去走雪人路线的？那不是的啊。日本本身三国类游戏，日本做的比国产好。街机游戏呢？我再说一遍，街机游戏呢？我敢保证，街机游戏史上，街机的游戏史上，《三国战记》绝对是上乘之作，来自于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 IGS， 对吧？能懂吧？啊！但是光荣做的也带有自己个人的就是这个意识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千小凡赠送的满卡。哎，这个速度是真挺快的，这速度是真挺快的啊！RGS 的游戏都很经典，但是我们要说啊，经典归经典，这是你们要知道一个原理，就是说游戏是要赚钱，做得好呢，它可能就是在后续的这个出品的时候呢，会更赚钱一些，对不对？它在后续的时候更赚钱，大怎么说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看刚才这个坦克啊，合金弹头为什么叫合金弹头？我跟大伙说一下，合金弹头之所以叫合金弹头，其实就是那个坦克啊叫合金弹头，有超能合金弹头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载具。这个载具是我认为最完美的载具，就刚才咱们这个站起来是可以近战，然后呢可以2级跳，可以滑翔飞。然后呢，蹲下的话，移动速度非常快，就是一个坦克，而且移动速度特别的快，这就是我说的啊。而且它还能转身啊，这个坦克是我认为就是最完美的一个载具啊，最完美的载具。好，看看移动速度。《三国战记4》那还说啥呀？《三国战记3》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主要是3.1和3.2，尤其是3.1啊，那太经典了。那你像街机《三国志》。经不经典？也经典，很早，但是玩法和《三国战记》比啊，那就差的太多，那差点确实太多了啊。对，其实就是根据这个题材来赚钱。日本人呢，因为他在游戏产业上做的比较早，所以说他轻车熟路，有的好作品不得不承认确实好。但是你想，真3后来他扩展成战国无双，甚至是什么无双大蛇之类的，他借用这个引擎然后来做。啊，加上故事，我记得最开始还没有晋朝的故事，对吧？就是司马家呀那时候的故事，那个晋朝的人，后来加上了，你会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对吧？也就那么回事儿。那我个人感觉呢，真3呢，当时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4、5，尤其是4啊，4代的是让我玩的最多的。我当时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是，我后来开了外挂，就是修改器。我开了修改器之后呢，我瞬间就不想玩了。很可惜啊，如果是不开修改器的话，我还能再玩2、3个月。按说真3也一样，但是再往后什么真3、7、真3、8、无双大蛇1、2，还有3，听说啊，这都感觉都挺无聊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看看这关是第3关。速通的话呢，咱们打的还是中规中矩。我建议大家伙知道吗？你看那种极限原版的话呢，其实吧。我觉得就是新手劝退的机会啊太多，就基本上你看他们玩就直接劝退了。但是像这些改版的话呢，如果你记住它的套路的话，还好一些啊，还好一些。原版确实，大多数的原版啊，它不是说为了难而难，因为原版它我哪知道做原版的时候有人改我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啊，包括现在最难的版本魔改版也是打一命特别难啊。那当然原版的话就简单。这个也有这个说法，包括什么轻版呐、什么多功能版呐、地兵重置、地图重置等等，啊，这种特殊改版，其实这种改版呢，都不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难啊。当然呢，我个人觉得背板是最主要的一个关键。
对，主要是可以存枪。咱们这个版本是可以存枪的啊，你们，所以这一点就是我说的。那你说原版的大神23分钟就能通关，那是什么感觉？咱们这个版本呢29分钟通关。当然不过还是那句话啊，咱们这个合金弹头呢速通就一定要打8难度的。如果合金弹头速通打4难度的话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摊分的话呢是要打4难度的啊，摊分打4难度的。很多人说知道啊，极限摊分的话，4难度的话呢跟8难度的，尤其你就是打 BOSS， 但是不是在乎那点分，4难度和8难度的确实是2个游戏。如果就摊分角度上来讲的话，是2个游戏啊，尤其是合金弹头3，合金弹头3还有合金弹头2以及合金弹头叉啊，这个普通的是不一样的啊。好，看看，你看，拿刀来续车，然后左右刀。看这个就很烂啊！用左右刀来取消，就是用这个版本的话，刷分感觉特别紧，感觉又稍微好刷一点，因为一直都是用刀的。你想想啊，各种用刀怎么说，对吧？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面具可以无限刀，那个就不用卡，面具无限刀那个更恶心啊！当时我记得合金弹头5最高刷分应该是500多万啊，利用无敌来撞，这个利用进这个出仓，然后进仓之后。哎，你说它这个设计的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。首先呢，咱们这个载具呢并不是特别大。那你想啊，那我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从这个仓里面出来，那么它有一个精确的排水系统啊。我出来之后，你像那个有二级排水系统，那我能理解。这个这么小应该没有。我从这仓里面出来，然后我再进去，然后水不进去吗？不掉进去吗？啊，这个就太真了啊。用天王的东西看这祝老板逼来的啊，祝老板刚才激情的时候没有到，现在来了啊，逼来啊！你看这个鱿鱼烤着绝对好吃，你相信我，真的啊，烤鱿鱼啊，大家伙记住一句话啊，很多人都说这个鱿鱼呢是胆固醇高，其实鱿鱼是最适合减肥的，咱们不得不承认它胆固醇高，但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，吃这个鱿鱼可以。但是缺点是鱿鱼现在特别贵，想当年我记得鱿鱼啊真的是很便宜，然后现在这个鱿鱼，哎呦我天，我去超市买那种鲜解冻鱿鱼，就是刚解冻的鱿鱼，25块钱一斤，天哪啊！小爱哥不是爱哥呢，刚才还刚我爱哥呢还有2000鱼翅的，知道吧？爱哥的意思是我还有2000鱼翅，我说啊。但是呢，强中自有强中后，那算了啊！我必须膨胀啊！我操！我出去，大哥，你以为我到现在我还你看不看见？还有高手，而且我买了吃的，对吧？我都齐那儿了，我就有备而来，知道吧？好，看看发刷。这里面这个兵啊，它好像我们特别喜欢什么兵啊？我觉得合金弹头大家伙最喜欢的兵还是绿色那个兵，尤其是被炸完之后一炸一个大脸，啊，一炸一个大脸。艾哥老值班啊，艾哥说除夕他值班，他值班的话呢，让我准备点330，然后陪他啊。这一关啊，这一关的话，一般正版的话是 Truly Machine 的。但是这个你看，管这个叫沙漠莫信啊，来打他左右刀，扔手雷啊，大哥，24颗手雷还在忍，看看啊，因为5里面有个特殊的东西叫做下粗溜，就是下跳。下跳呢，这个粗溜呢有没有用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在5这个版本当中呢，有几个地方设计的真的是这么设计的，但是呢，我个人感觉用处真不大，后来就取消掉这个。合金弹头里面只有5里面有这个下粗溜，因为下跳啊，有的时候很多人容易操作失误，操作错了就更难受，对不对？好，Truly Machine 的文艺才有。好，那个闪电球啊，它在空中持续的时间呢还是比较短，24颗雷要留着。要留着吗？啊，果然是要留着。咱们速通的玩法呢，按理说应该是奔着快使劲儿，但他既然留这个雷的话，我们看看，哦，扔了，
好，9颗雷够不够用？有血量，你看啊，还剩2314滴血，看见这个血量就在这儿，8级难度啊，9颗雷，9颗雷。好，这 BOSS 真的非常的扛干，还剩下60多发。这个有血量在底下显示啊，这个比较显而易见了。他什么时候死你都知道，甚至可以拿刀去续他，对吧？啊，我们看看。你拿这种插件也好，或者说版本里面自带的 HP 显示，你就知道啊什么枪有什么血。比如说有的手枪是多少血，然后傻干是多少血啊，包括燃烧弹的燃烧多少血。好，还剩下100多个，好，一顿刀，拿刀续死啊，一刀入魂。滑步是我觉得最二的一个设计，确实二，不是关键这个 APM 哥最狠的是一句嘎逼打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我只能说昨天 APM 哥太震撼了啊！APM 哥4个大字，以后在我直播视频里面就是个梗啊，就是一个梗了。好，看看啊，神级这叫什么？飞了，这个叫甲壳虫，大众甲壳虫呗。这个奇瑞 QQ 也不能叫奇瑞 QQ， 雅迪 F3 啊，Mini Cooper， 对吧？这个车，而且这个车反重力啊，你看，飞，哎，哪有这种车啊？不是，有没有这种车我不知道，哪有这种地图？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有这种地图吗？啊，你往上飞我能理解，啊，你往上飞我能理解。我就想请问一下，你这个立交桥几层啊？啊，几层立交桥啊？对不对？好，不报啊！今晚干吗？刚才都干过了，不是？哎呀，不能今晚刚才都干过了，我这又后续的，我又去买的一帘子，开玩笑的啊！啊，过图了啊！我刚才已经那个爱哥双火已经干了啊！爱哥双火干了2个啊，然后陪大伙又喝了1个。好，一刀压 DF0，其实大众甲壳哎，这个 SVW 是我认为最好的载具的，就这个，就我说的这个载具是最好的载具啊。当当当当当当。燃烧弹的话呢，我跟你们讲，其实，你们要忽略一件事儿啊，就是伤害再高，它关键是攻击有断续就很难受。有的时候的攻击无断续，你像傻干的话，就是砰砰砰，你们看到的砰砰砰砰砰，那都是特殊版本，可以通过切枪来改变它的射速，达到无断续的效果。否则伤害呢，它有 DPS 的说法。什么叫 DPS 呢？就是每秒钟达到多少输出，平均下来，对吧？这叫 DPS。那么你一下的伤害和10秒钟之内所造成的伤害不一样，所以说这就是我说的不一样啊。如果说是正版的话，有断续，那么傻干的伤害呢，虽然说高，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它就不如燃烧弹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型燃烧弹的话，它轰轰轰，它的射速比傻干要快啊，所以说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不一样。比如说你问我，你说97里面最厉害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你问我 DPS 最高的人是谁？除了大蛇之外 ，DPS 最高的人是谁？尸吹真雾，也就是你们认为最弱的那个人，5弱里面最弱的那个人啊，就是他。他的 DPS 是最高的，他甚至就是跟大蛇都快持平了啊。当然我的意思是快持平了，还没有啊，也就是快持平了。但是呢，我跟大伙说一件事儿，实战当中的第一 DPS 是什么？啊 ，DPS 并不是一套招能把人连死，是在有效的时间内把对方打死啊。而且发挥的最稳定。其实最简单的还是这个克里斯，那就是就是焰之克里斯啊，他实战当中是最狠的。但是由于有一个 bug， 他就不太好，因为有一个 bug 呢，就是掉帧小王子。克里斯呢俗称为掉帧小王子，如果不掉帧的话，他是最快的啊。但是没办法，他那个打击头太掉帧了啊，那就开灯。好，看看载具最牛逼的是期待的机器人吧？其实我个人感觉呢，我觉得最牛逼的不是那个机器人，那个机器人呢，你只能打 BOSS，
打不了多少太多的兵，然后他的雷呢就是 Soboken。但是我个人觉得最狠的这个也不能说狠吧，我觉得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，因为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你平心一想你就知道了，在这方面上，比如说你说雷最猛的雷是哪个雷？就是那个地铁里面那个轨，就是地铁轨道4个抓子，然后那么走，它的雷呢是从自己的那个裆部的位置上伸出一个线，拴着一个锥头往下一扎，它是号称可以秒掉很多的这个怪，比如说包括坦克都可以秒。我承认它确实猛，但是它猛的关键在于，如果我变成丧尸了，我的雷也比它猛，我照样还是费下龙炮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要变成丧尸的话，我的雷比你那个猛，怎么说？而按照我的真实理解来讲，还是实用问题啊。好，看看这个榴弹呢，其实也是算是榴弹的话呢，这个炮啊 G 的这个子弹呢，我个人觉得算是第三顺位的比赛了啊，就是子弹了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啊。其实不是合金弹头2它丢帧，就算 X 不丢帧，这个咱们的傻干啊，就是散弹枪也慢的。你像我经常喜欢玩什么呢？就玩那个作弊版，可以给自己调成这个可以啊，咱们怎么说呢？就可以这个无断续。但是缺点是啥啊？缺点是什么呢？缺点是，就是你懂的啊，就是一顿爆闪，屏幕上一顿闪，那太嘚儿了啊！好。吐你们信的！梆梆梆梆！这是个载合金弹头6，那你照你的说法，那就是火星那个载具厉害的。好，你看它这个是个 bug， 你看，你只要把一边的秒掉，另外一个就扯犊子了。来看看最后一关，你看看最后一关这个 BOSS 是有多少血？对吧？它一共是5位数的血量，就是我的意思是显示的话，它最高是多少血？作为这个多功能版的 BOSS， 我们看它的血量啊。这个死神呢，他并没有被打死啊。我们看看心怀宇宙孙连成啊，一上来6000滴血，一个傻干就是100，看100啊，就定的死的看。但是傻干的数量呢，现在并没有43发，戳地板再戳。再戳，然后反跳，好，一杀赶紧走。他冒烟你走就不赶趟了啊！冒烟的话你再走就不赶趟了。我们看看，9个傻干再加3个手雷，现在是还剩下没有枪了，这个就只能是小米加步枪，只能是小米枪啊！小米枪的话3000多滴血你打吧，没有办法。就正常的话，你要存枪的话也一样。咱们打速通啊，你要秒这个地方就少，你要秒这个那个地方就少，对不对？其实魔幻还好，好，还有脱离嘛性的400多发够用啊，都存的子弹啊。打2个2也是对，这个有个傻龙，这个明显就是专业玩法啊。其实呢，有些地方呢，它会官方它会设计的时候就给你一些补给，这个补给啊，对于你通关来讲是特别有用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玩合金弹头6啊，很多人都知道人有特技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，为什么还是都喜欢选废物的？因为它的补给是最多的。比如说你吃一个枪，别人对吧？别人吃这个枪都是200发，你吃是240发，啊，对吧？就是哈利威士的。但是如果要是那个拉尔夫的话，那更少，还减半。所以说呢，拉尔夫呢，就算多一条命，就算近战呢稍微牛逼一点，但是也没有用，很少用它啊。包括克拉克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刷分的话必须要用克拉克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说好，还剩400多滴血，这个打他不能用刀啊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心怀宇宙，宇宙创世5大神之吞书是吗？死亡是女神，但是这个呢，据说就是那个老头啊，我们都逼逼的。好，8难度的合金弹头5多功能版，这个速通
当然呢，用了29分钟啊，也确实是比原版的要慢了一些。不过不要紧，咱们这个版本呢还是有一点点改变的。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 TRHU123给大伙带来的这么一个精彩演出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小梁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，以及收藏、评论、发弹幕，加上转发来支持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